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西南石油大学周小军。上节课我们学习了单层纵弯褶皱的变形特征及其所派生的小型构造。多个不同能干性的岩层又是如何发生褶皱变形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多层的纵弯褶皱作用机制。多层纵弯褶皱作用是由能干性和非能干性相接组成的纵弯褶皱作用，有两种变形方式：弯滑褶皱作用和弯流褶皱作用。弯滑褶皱作用是由多层厚度比较小的强硬岩层之间结合不牢，或者强硬岩层之间夹有很薄的软弱层的情况下，在受到平行岩层方向的挤压应力，岩层之间会通过层与层之间的层间滑动作用来调节缩表量，从而形成以弯滑作用为主的纵弯褶皱。我们看一下弯滑作用所产生的纵弯褶皱作用。从图中有3套地层，在受到顺层挤压变形过程中，地层通过层与层之间的弯曲滑动来调节褶皱变形的缩表量。可以看出，上部的岩层由两侧向顶部相对滑动，而下部的岩层由顶部向翼部相对滑动。弯滑作用的特征有：一、变形过程中褶皱层岩层内不发生体积变化，运动只是由层间滑动来完成。各单层有各自的中和面，而整个褶皱没有统一的中和面。各个岩层厚度保持不变，通常形成等厚褶皱或者平行褶皱。褶皱的枢纽部位不发生剪切变形，而褶皱的两翼岩层通过层间滑动形成一对相反的剪切作用。二、弯滑作用过程中，各相邻的上部岩层相对向背斜的转折端滑动，而相邻的下部岩层则相对向向斜的转折端滑动。由于层间滑动作用，在褶皱的翼部岩层面上可能会发育垂直褶皱枢纽方向的擦痕。另一方面，由于两翼的相对滑动，往往在转折端形成空隙，造成虚脱现象。此处通常是油气富集的良好场所。从图中可以看到，垂直褶皱枢纽方向的层面擦痕和位于褶皱转折端的虚脱现象。三、当两个强硬岩层之间夹有薄的韧性岩层时，若岩层发生弯滑作用，可是韧性岩层发生层间小褶皱，该褶皱作为不对称褶皱。在背斜的左翼常形成 Z 字形小褶皱，在背斜的右翼通常形成 S 型的小褶皱。小褶皱的轴面与其上下相邻的层面所夹的锐角，只是该相邻岩层相对的滑动方向。因此，可以根据褶皱层间滑动规律来判断岩层的顶底界面，从而确定岩层程序是否正常或者倒转，以及背斜和向斜的相对位置。从图中可以看出，当背斜规模比较大时，无法看到整个背斜的全貌，可以通过出入的层间刺激小褶皱与岩层层面之间的关系，恢复褶皱的完整形态。第二种类型，弯流褶皱作用。当软弱层厚度比较大，在受到顺层挤压应力时，层间剪切作用使层内物质发生流动，从而形成以弯流作用为主的弯流褶皱作用。弯流褶皱作用的特征包括：一、层内物质发生流动，方向一般是从翼部流向转折端，这是岩层在转折端不同程度的增厚，在翼部相对变薄，从而形成相似褶皱或顶厚褶皱。第二，当软硬岩层相间时，硬岩层形成平行褶皱，而软岩层形成相似褶皱。三、由于层内物质速性流动，可能会产生线理、劈理、片理等小型构造。如果夹有脆性的薄岩层，则可能形成构造凸定体。四、如果发生层间差异流动，则在主褶皱翼部和转折端形成从属褶皱，其形态和产状显示出层内物质向转折端流动的特征。当夹于弱基之中的强硬岩层发生褶皱时，其周围的软弱岩层会发生不同的波的反应。与褶皱强硬岩层远离的软弱岩层，以均匀增厚来调节总体的顺层压缩；与强硬岩层邻近的软弱岩层，受到强硬岩层的影响，一起弯曲，形成协调褶皱。如果两个强硬岩层相隔很远，则两个岩层各自弯曲，互不影响。如果两个岩层间距比较小，则一个层的褶皱也会影响到另一个层的褶皱发育。
今天这节课我们主要讲解了指数的形成机制里面多层纵氨指数作用的特征。